걱정되는 게 저희도 일체어로 택시를 타본 적이 없으니까 이게 어떻게 반응을 하실지가 조금 걱정되긴 하거든요. 네, 걱정되긴 하네요, 저도. 네, 그래서 기사분이 만약 뭐 안 된다고 하면 또 막 기다려야 되고 하니까 그런 일이 생기지 않을까 조금 걱정되긴 하는데 택시를 한번 불러볼게요. 이건가요? 네. 아, 진짜요? 땡, 땡. 여기 아닌 것 같은데. 반대로 가는데. 저거다. 저거다. 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的话题先从一位韩国轮椅女孩的亲身经历说起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对这种视频没啥兴趣，毕竟我之前在大陆的生活里，残疾人士的存在感几乎为零。他们去哪里了？难道数量很少？当然不是，而是他们几乎隐身了，根本不太出现在公共场合。为什么？看完这个韩国女孩的经历，你就懂了。她在台湾短短几天，就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文明社会。商场里配备无障碍电梯，餐厅有专门的坡道，服务员还会主动调整座位，让她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一顿饭。而最让她惊喜的是独自乘坐公交车的经历。台湾的大多数公交车采用低楼梯设计，让她上车毫不费力。车上的安全带和头部保护措施一应俱全，司机对轮椅使用者的耐心和专业服务，更是让他倍感安心和温暖。这一切都让他对台湾的公共交通服务充满感激与赞赏。 아, 우와. 헐, 짱 예뻐. 알았어. 이제 체크인. 진짜 좋아요. 한번 가볼까요? 아, 턱이 있네? 그러네 여기. 우와. 아니면 이거 우와, 뭐야. 아니면 이거를 눌러가지고 직원들이 오는 것 같은데 그러니까요. 한번 눌러볼까요? 네. Thank you. 谢谢,谢谢. 오케이. wait a minute. 谢谢. 아하. 예. Thank you. 谢谢. 예. 그런 일이 생기지 않을까 조금 걱정되긴 하는데 택시를 한번 불러볼게요. 이건가요? 네. 아, 진짜요? 아, 야. 오케이. 아. 이것만 꽉 잡아야 네, 오케이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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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하지 마요. 오케이. 내렸는데도 여기 또 다칠까봐 문 닫아주고 다시 밀어주시고 방석도 이쁘게 다시 놔주시고 그렇게. 제가 방석 그냥 던졌거든요. 근데 다시 이쁘게 이렇게 놔주셨어. 오늘 택시 처음 타보셨는데 전체적으로 어떠셨는지. 우선 택시기사분께서 트랜스파는 방법을 아시는 게 놀랬고 무엇보다 저 앞에서 내려달라고 말씀드렸는데 여기 경사로가 있으니까 어떠냐라고 제의를 해주셨다는 거예요. 그래서 헉, 우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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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정말 센스 있으시다 생각해. 와, 예, 그쵸. 第二张可以扣加安全带，这个加安全带。 오케이. 到高手帮你卸下安全带。他请问你要到哪一站下车？因为我要算一下那个停车棒斜坡本距离。
谢谢都蛮好。这个我看一下那个差不多。능숙하신 분이 오셨어요. 엄청 친절하게 계신다. 엄청 친절한데요? 그러니까. 장난 아니에요. 그리고 꺼내는 거를 가까이서 볼 수 있었는데 안전장치가 되게 많네요. 그러니까. 이게 실수를 하다 절대 나올 수 없게 해서 와 되게 좋은데요? 근데 되게 친절하시고 그 손잡이도 있어요 이렇게. 아 머리 보호하라고? 아 머리 보호하라고? 그리고 뭔가 이렇게 다 매뉴얼이 있다, 여기 보면. 아 그래 이런 매뉴얼이 있었는데 이게 불쾌한 바퀴 고정하는 거. 저희 일반 버스에도 이렇게 돼 있나요? 한국에서 버스가? 아니요. 이렇게 안 돼 있어요. 안 돼 있어요? 네, 안 돼 있어요. 그 좌석도 장애인석이 한 자리밖에 없는데 여기 하나 있는 걸로 알고 있어요. 여기 하나. 보통은 많이 없어요. 아, 谢谢，谢谢。 너무 친절하시. 아 친절하고 든든하고 오 너무 좋아. 그러니까 뭐. 그리고 안정감 있었고요. 자리도 편했어요. 오, 오히려 네. 이렇게 내려가는 방향으로 서 있는 게 아니고 이렇게 반대 방향으로 서 있다 보니까 안정감이 훨씬 좋았었어요. 그리고 뒤통수 보호 그거 좋은데요. 그것도 이제 브레이크 할 때 딱. 네, 머리 안 나더라고. 좋은데요. 그거. 这些事情看似平常，但对于一个残疾人士来说，简直像是进入了天堂。这姑娘直接感动的不行，夸台湾是她去过最友善的地方之一。看到这里，我就开始琢磨了，如果她换个地方，比如来大陆体验一下呢？我承认我是盲人，但是我不是怪物呀。前几天我在坐地铁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到了爱心专座，在旁边的2个人用非常嫌弃的目光看着我，并且他们说咱们去另一边坐，不要挨着他。当时我的内心听到是很难受的。残疾人只是身体不方便，又不是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呢？ 很难刹车，它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高。 我真的很难受。委婉的拒绝了，他真拒载哎。哦，他是坏的。上不了，好大家。终点站，站住终点站。 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想不到，在大陆残疾人的日子到底有多难。咱们总听说无障碍社会这个词，中国政府宣传里也天天讲什么关爱残疾人，让社会更有温度。可现实呢？如果你真的身体残疾了，你就会发现日子比健全人想象的要苦10000倍。说白了，所谓的无障碍，根本不是人人无障碍。 而是残疾人别碍着别人，盲人别出来走盲道，因为盲道上停满了电动车；聋人别打官司，因为法院不开设手语翻译；轮椅人士别想着自己出门，因为连商场门口的坡道都是摆设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无障碍社会吗？残疾人的人生就像开了地狱难度，连活着都是一种挑战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。 大陆残疾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而在台湾，残疾人又是过着怎样有尊严的生活？首先，我们先来看2个短片。说实话，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。在台北的捷运站碰到这位盲包大哥，心里正想着他需不需要人搭把手的时候，站务人员就已经出现在眼前了，一路从列车的月台冲到站外，原以为这样就可以了，但是站务大姐看起来还是不太放心盲包大哥，索性就帮忙叫台车。 这一套操作下来，让我的心觉得暖暖的。让我们为这位有爱的大姐点个赞，谢谢你默默的帮忙，谢谢，有你真好。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！在大陆呢，你知道盲人有多难吗？
从走路到结婚，全程地狱级挑战。我们从最基本的走路开始聊。盲人出门最依赖什么？当然是盲道。可在大陆，盲道几乎全是摆设，你可以随便找个城市，闭上眼睛走上盲道体验一下，看看你能走多远。盲道上堆满共享单车，盲人走着走着，可能突然被一辆倒下的哈罗单车半个狗啃泥。电动车占满盲道，有的还直接横在路中间，盲人根本没法直行，必须绕开它，结果可能直接走到机动车道上，命都没了。商贩把盲道当摊位，要么卖烧烤，要么摆货架，盲人走过去，不小心一脚踢翻人家的摊子，还可能被破口大骂，瞎了眼啊！最要命的是，有些城市的盲道甚至直接断头，前面走着走着突然就没了，变成了一道水沟，一片草坪，或者直接一堵墙，活像是游戏里没加载出来的地图。我现在盲人啊，千万不要走这种盲道，一条盲道中间挖个抽水沟，设计的不合理，每次都绕着走。如果能有一个东西可以挡住，让人掉不下去，那比较好。我就想问问，品是这个道路设计的人员什么学历？这是给盲人增加负担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你说这合理吗？台湾呢，所有盲道都保持畅通，定期清理，甚至还会在马路边放语音提示，防止盲人误入车流。有朋友说了，可以有导盲犬帮助啊，不好意思，导盲犬在大陆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，在台湾，导盲犬可以自由进入商场、餐厅、公交车。我在台北101地铁站碰到一只即将成为导盲犬的狗狗，它是由训导师牵着它坐地铁，培训它怎么上地铁，怎么坐地铁。旁边的人也从来不去打扰这只狗狗，他们就把这只狗狗也当作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。狗狗很聪明，一上地铁以后带着盲人坐下来，然后它直接自己趴在那个椅子下面，安安静静的。从我的视频上你们也可以看出来，上上下下的客人也没有排斥这个狗狗坐地铁。其实我视频全程拍了5分钟，然后我用快速的镜头给你们呈现出来。地铁上一直安安静静的，也没有人去打扰这只狗狗，狗狗也很安静的在那边不动。其实台湾人的素质教育还是比较好的，他们大人小孩都从来不会排斥导盲犬进入任何的公共场所，反而有些时候导盲犬跟那个盲人走在不方便的地方，都会有很多的人上去主动帮忙。其实在台湾最好的风景就是人。而在大陆，带着导盲犬出门，你得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刁难。你懂不懂导盲犬带盲人走路，国家有规定的，可以进的。你不懂法，我不怪你。你领导打电话嘛？那为什么狗都不能进来？你跟你领导说一下嘛。他这个狗是导盲犬的，这是你的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看一下你眼睛。你有没有礼貌呀？谁会装盲人呢？你说你们恶不恶心？什么行为啊？我有导盲犬工作证吧？你有病吧？你要说查你就查嘛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别整这狗，别整身上啊！我这几多少次了？狗别往身上蹭，怎么了？我最讨厌那狗了，我最讨厌那个狗了。我没动啊！别怕它往我身上蹭，我这不是我上来，我没动，我根本就没动，是您来的。别没动，我一直站在这儿。我的天哪！盲人女孩带着导盲犬来到餐厅，刚坐下没多久，椅子都还没捂热，就被一男子嫌弃。我可以把狗带进餐厅的，咖啡厅不能带狗进来。我说是这样，伙伴，就盲人我眼睛看不见，他是导盲犬。这么大一只，真的咬都能咬断。他是导盲犬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我们有那个工作证的。男子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丝毫不顾及女孩的感受，着实让人意外。他话里话外都嫌弃着女孩，希望她能自觉离开。尽管女孩不断解释说自己是盲人，需要导盲犬的帮助，并再三保证她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绝对不会咬人，但女孩的保证在男子看来却是狡辩。怎么导出导盲犬呢？它本来就是一只狗，好吗？这么大一只狗在这里多危险啊！男子依旧不依不饶地说，万一狗毛飘进咖啡里的话，还怎么喝？哎呀，那一会儿我的咖啡上来了，它的狗毛飘到我咖啡里，我怎么喝，对不对？你这就有点扯淡了。注意看，这是发生在广州街头，让人心酸的一幕。一位盲人女士正牵着她的导盲犬，准备搭乘公交车，乘坐公共交通设施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，但对于视障人士和导盲犬来说却无比艰难。只见盲人女士还在排队等候上车时，身前的这位红衣女子就毫不避讳地表示出了自己的嫌弃，一旁的人争先恐后地朝车上走去，好像并没有人有礼让盲人的意思，甚至原本在盲人身后的乘客都绕过了盲人上车。
盲人无奈，只好等所有人都上车了，自己在最后一个上去。可就在他准备上车时，司机却以狗不能上车为由拒绝了他。盲人只能不断地说自己的是导盲犬。导盲犬行吗？导盲犬可以吗？不能带上来耶，是合法的。不合法的，这样万一不可能啊！不能上。司机或许是担心导盲犬会伤害到其他乘客，于是便关上了门，扬长而去。不一会儿，第二辆公交车来了，盲人女士还没有上车，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就表示了拒绝，甚至直接用关门来表示他的拒绝。本来我们以为这位司机的行为已经很过分了，可接下来另一位司机的举动更是让人心塞。导盲犬能上吗？这个你不可以，导盲犬是合法的，可以进入公车。假的狗不可以上。我这导盲犬是工作犬，麻烦你走开。我眼睛看不见，这是导盲犬，是领我走路的，知道吗？说了不可以。司机好像明显是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在拒绝了盲人女士之后，甚至还直接起身走到了她面前。我说了狗不可以上车，我是坐飞机来的，不行，说了狗不可以上车，还怎么讲？随后，司机无情地关上了车门，留下盲人和他的导盲犬无助地站在原地。此时的导盲犬情绪明显是有些低落的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导盲犬是可以听懂人话的，所以他在被人拒绝了这么多次之后，眼中也满是沮丧与失落。一扇扇门在他们面前打开又关上，接纳视障人士和导盲犬真的有那么难吗？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大陆人对狗狗那么排斥，难道不知道导盲犬可是世界上最温顺、最专业的工作犬，居然被当成危险分子对待？可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盲人连结婚都难。有个盲人大哥去民政局办结婚证，工作人员竟然以不会签名而拒绝，还让他回家好好练字，说他有潜质。盲人大哥直接傻了，盲人要结婚，竟然必须先学会看得见的文字，这是什么神逻辑？盲人不配结婚吗？说我看不见，我是盲人，签不了。他说那你就回去练吧，因为我看不见，我怎么练啊？你看不见，你哪怕写一个字是1个小时也没关系。人有武汉你可能性可以挖边，就结你很难。一位盲人高兴地带着女朋友去申请结婚登记，结果却遭遇了办事员的故意刁难。对方居然要求盲人必须亲笔签名后才能办理结婚证，这个要求对于熊先生而言可谓是当头一棒。要知道，熊先生从小就失明，没有见过任何字迹，更不要提亲自书写了。熊先生向工作人员表明他是个盲人，恳求能特殊处理这件事情，但办事员却一直坚持必须他本人签名，否则他们就不给发放结婚证书。肯定要签啊，你不签怎么办呢？是必须要自己能够签3个地方的名字和盖手印。盲人朋友听完后很无奈，这不就明显为难人了？可工作人员一再坚持，熊先生没办法，只好沮丧地回家，用心钻研写作技巧。经过整整1星期的辛苦磨砺，熊先生再次鼓足勇气走进那个令他伤心的领证大厅，可等待他的却是办事员的嘲讽和挖苦。他尽全力练习了1周后，仍然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。尽管他写下的签名确实是惨不忍睹，但那已经是他的书写极限了。因为我也没有学过这个汉字，就是8岁就上了这个盲人学校，我也不会签字，签不了。我来办这个，大家必须要我签字才能给我办。他就是要我回去练字，一句话，练字，对，要去练。因为我看不见，我怎么练啊？看到熊先生急得就快哭出来的模样，工作人员竟然还在一旁嬉笑着讽刺他，说他的潜力的无穷无尽的，这么做也是为了挖掘他的潜力。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呢，那们直接都可以了。台湾呢？台湾的盲人去登记结婚，工作人员会耐心引导，让他们口述信息，然后按手印，整个过程顺顺利利，压根没人刁难，这就是差距。再来说说轮椅人士，他们的出行体验甚至比登珠峰还难。轮椅人士想去商场逛街，结果发现商场门口的无障碍通道不是太陡，就是直接没有。有些坡道的角度跟滑梯一样，推下去就是极限运动，搞不好还能摔个半身不遂。好不容易找到电梯，结果要不就是员工专用，要不就是坏的。问工作人员能不能坐，人家直接甩一句，上面的规定我也没办法，想上厕所更难。无障碍卫生间大部分不是上锁，就是当成杂物间，进去发现里面堆满了清洁工具，连个轮椅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满脸都写着无语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分享轮椅出门会遇到的各种障碍。日常逛街，大型商场应该是无障碍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吧。但当我从地铁出来，却发现很多地方都只有手扶梯可以直通商场，我就只能先出站到地面，再从大门口进来。然而当我到了地面，却发现商场门口全是这种石墩，轮椅根本过不去，只能继续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预留某个方便轮椅的进口。本来非常平坦的道路，却被各种人为的障碍给破坏了。看我的这个表情，真的是很无语。
绕了半天的路也进不去，全部都有石墩子。为了防止电动车、自行车摆放在商场门口，一刀切式的设置障碍物，真的非常不人性化。想逛个街，却在商场门口绕了一大圈也进不去，最后只能想了这样一个办法：我自己挪到石墩上坐着，再让朋友将轮椅搬过来。来了吗？如果是能自己活动的，那不能自己活动的坐轮椅的小伙伴怎么办？这些无语的情况不止一次。正常的无障碍的路。那边出去了，那边无障碍通道。然后没那个，那边是无障碍通道。在那边能不能？是啊。所谓的无障碍通道，也只是石墩之间留出的一个小口。这边出去走上的是停车场前的车行道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无障碍通道啊！对呀，这边又要绕一大圈。而且他走的是别人的车行道。对，这是车走的道，绕了好大的一圈，这叫哪门子的无障碍通道？就是绕了，然后这样还可以拍到这个车会催促。对呀。可爱的蓝胖子的图像画在这一个个石墩上，瞬间可爱不起来了。轮椅出行在现实生活里的确会遇到很多阻碍，但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离谱的举措，常常让我觉得生气却又无奈。我也在商场的服务柜台留下了我关于无障碍通道的一些建议。无障碍永远不只为坐轮椅的人群服务，它更应该是一项人权。台湾的商场呢，不仅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，而且工作人员会主动提供帮助。你推着轮椅去，人家会直接带你走最近的无障碍通道，电梯优先让你使用，甚至连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专门为残疾人士准备的。公交车别想了，虽然有些公交车标榜无障碍，但真正坐轮椅去等车，你就会发现司机要么不停车，要么嫌麻烦直接关门开走。之前就有个轮椅女孩自己推着轮椅去等公交，结果公交车停下后，司机一看到她马上摆手，我们这个车不方便，你等下一辆吧。下一辆来了，情况一模一样。能方便上车吗？上不了。眼前这位轮椅女孩想搭公交车回家，可是却被司机无情的拒绝，说她这个样子上不了车。女孩又很卑微的问司机，说能帮忙抬她上去吗？能抬一下吗？司机这时候好像有点不耐烦了，他说哪个有这么大力气的人去帮你抬上来，随即就关上了车门，无情的扬长而去。这好像给女孩泼了盆冷水，但她并没放弃，调整心态后鼓足勇气准备再尝试一次。然而这次女孩才到门口，司机就关上车门，慢慢的消失在女孩的视野里。此时天色越来越暗，而女孩也在轮椅上默默的坐了很久。对于此时的她应该感到很无助吧。车上的工作人员问司机，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下这位可怜的女孩？没想到司机竟然说，轮椅的都上不了吗？听司机的意思就是残疾人坐公交车是给大家添麻烦。这个可以上吗？师傅这么说之后，我们并没有坚持上车。拒载哎，他说到还有1站就到了。天哪，我觉得这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拒载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推着过去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大概要推多久。但是其实这个结果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意外和有些难过的。今天我们是因为只是来体验，不想麻烦别人，所以没有坐上这辆公交车。可是真正需要的人，如果也因为只剩1站就是终点站被拒绝，他们的心里会是怎么样的感觉？他们后续的路一定要靠自己走完吗？只有1站是拒绝的理由吗？最终他只能打车，但你猜打车司机说啥？带轮椅不行，我这车装不下。司机到了之后看到轮椅，车费带下，对，上不了，好的。让我们取消订单，直接开走了。视频中的轮椅女孩行走不便，想搭乘出租车，因为身体的问题，她很少出来。以前打过很多次出租车，都是被拒绝。今天也是她鼓起勇气，多年来再次打车，她很害怕被拒绝。来到路边的女孩看着人来人往的车辆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开始招手。可是跟她想的一样，出租车并没有停下来。也许是司机师傅有自己的事，并没有机会帮助女孩。见此情形，女孩没有放弃，继续挥着手。但是路过的司机还是一样，没有停下来。就这样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受挫的女孩还在坚持。她换了个位置，这里更好停车，希望有车能停下来。远远地看着女孩的背影，不知觉的就是一阵心疼。一次次挥着手臂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心酸。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招手的事情，但是打车对于女孩却是如此困难。这就是大陆轮椅人士的日常，根本没法自己出门。而在台湾呢，公交车司机会主动帮轮椅乘客放下踏板，
让他们安全上车，甚至还会问一句有没有需要帮助的，这才叫真正的无障碍社会。台湾的残疾人士可以自由出行，而大陆的残疾人士呢，连出门都困难重重，这就是现实的差距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大陆人口多，资源有限，当然没办法像台湾那样照顾残疾人，但这根本不是借口。首先，在于意识上的差距，台湾社会把残疾人士当作正常人，而大陆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残疾人是累赘。然后，差距在于执行力，台湾政府的无障碍政策是落实到位的，而大陆很多政策只是纸上谈兵。还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差距在于尊重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是看他对强者多友好，而是看他对弱者有多包容。也许他这辈子最无力的时刻，就是需要拿出残疾证，才能证明自己是盲人。事件的起因是，一博主正常在盲道上行走，盲杖却被迎面驶来的电动车压断了。本以为会听到一声不好意思，换来的却是指责。盲人，哎呀，你是这个盲人，你在这假盲人。无奈博主拿出残疾证自证清白，等到帽子叔叔来了，让原本就伤心的博主更加委屈。那这个盲人把公公妈妈扯进来，我这是盲道，我在盲道上走啊。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委屈和绝望。盲杖都断了2次，上一次也被压台，从这家跑了，我一个人没法回家。博主在视频最后说：“我要是能看见就好了。”我不是盲人，是我棍子直接往他车底下塞，我要是能看到这样就好了。熟练掏出残疾证，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了吧？网友纷纷在评论区感慨：“我在残联工作了3年，目睹了太多的辛酸无奈，道阻且长。”山东青岛盲人老爷爷因盲道被占有，走路被绊，险些摔倒，因为盲道上被放了广告架。四川成都视障女孩放学后走盲道，被突出造型撞到无措离开。现实就是盲道就像虚设，好多电瓶车往上停，盲道上除了没有盲人，啥都有。就连5星评论家麦克阿瑟也表示，或许身处光明的我们无法感同身受，但至少应该保持对一个群体基本的尊重。我们总说无障碍社会，但在大陆，残疾人面临的不是无障碍，而是无视和刁难。盲道形同虚设，轮椅人士寸步难行，聋人连看病都困难。残疾人在这里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，而是求生游戏。一个社会的文明，不是看高楼大厦建得多漂亮，而是看它能不能让所有人都活得有尊严。我们真的应该反思，别再自欺欺人了，咱们真的差得远。如果你对这期节目喜欢的话，欢迎点赞加留言，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期见吧。